我刚走到闺蜜班教室门口，就看到闺蜜梅子站在昨天跟她吵架的那个女生面前，拿着昨天从我家拿来的名牌衣服，得意地说：“看见没？这是什么牌子的？你们家一辈子也可能买不起。”我眉头一皱，走进了教室。看到我后，闺蜜梅子显得有些不自然，眼神飘忽不定。我知道她是因为昨晚偷拿我东西的事心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初一第2学期已经开学半个月了，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，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转学，火车转大巴，大巴转小巴，颠簸了2天2夜后，我们一家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刚进新家放下行李，父母连口水都没喝就急忙离开了。说实话，我和他们的关系更像是陌生人，我对他们的印象只有一个：很忙。从记事起，就是保姆在照顾我的生活。6岁之前，我一直以为保姆就是妈妈。父母通常几个月才回来一次，每次待不到半天就会离开。偌大的房子里，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进出。我的性格很孤僻，在同龄人中就像一个另类，每天独来独往，身边也没有朋友。要不是老师偶尔会在课堂上叫我回答问题，恐怕我连语言功能都要丧失了。我讨厌孤独，害怕孤独，却又不得不接受孤独。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。搬到新家以后，我每天只有这3件事可做。3天后，父母回来了，陪我吃了顿晚饭，递给我一张入学通知书。只是换了个生活环境而已，但节奏和内容并没有改变。第2天，我背上书包，按照通知书上的地址去新学校报到。今天咱们班里转来一位新同学，大家欢迎他。教室里，班主任老师很热情地说道，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我站在讲台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男男女女，和我相同的岁数，眼神各不相同，好奇的、漫不经心的、审视的。请新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。老师抬抬手，掌声停止。我叫穆小雨，我小声说道。穆小雨同学，你坐那边的空位吧。老师指了指一个靠窗的空位，我抱着书包走过去坐下。下课后，教室里热闹起来，吵架的、嬉闹的，就像是身处街头。我支着下巴，静静地望着窗外。初春，窗外的树上长出了嫩绿的叶子，很好看。转眼间来到新学校已经1个星期了，和以前一样，我没有朋友，每天独来独往。这天中午，我在校园里散步，不知不觉来到了操场边的小树林，结果就看到有3个女生正在欺负另一个女生，她们把她按在树上，扯着她的头发和衣服，大声咒骂：“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打人吗？信不信打你？”一个额前垂着缕紫色头发的女生冲我吼道，然后她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，凶巴巴地看着我。我其实很害怕，想要跑，但身体不听使唤，有毛病。僵持了半分钟后，那3个女生悻悻离开了，只剩下那个被霸凌的女生整理自己被扯得乱七八糟的头发。我觉得自己该走了。谢谢你呀，我请你吃东西。那个女生追上来，拉着我的手，朝操场另一头的小卖部走去。她的手很温暖，热乎乎的。学校的小卖部里，除了烟酒什么都卖。从人群中挤进去，然后又挤出来。我们手上多了2一次性小餐盒，请我吃的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土豆块和火腿肠，加孜然和辣椒面一起炒，2块钱一份，用竹签扎着吃。
习惯了清淡的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又咸又辣的重口味食物，忽然觉得很香。我叫人梅，叫我梅子就好。你呢？他向我伸出了手。我叫穆小雨。我用低到不能再低的声音说道，任由他拉起我的手，紧紧握住。梅子和我同级不同班，她的性格很开朗，和我截然不同。几个小丫头片子还敢找我的茬，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梅子没有告诉我那几个女生为什么会欺负她，只是放了句狠话。她的语气很不屑，还有着几分霸气。我觉得她很厉害。每到下课的时候，她都会来教室门口等我，带我去走廊里说话，带我去小卖部买东西吃。我很满足，起码我不再孤独了，不用每天望着窗外的树叶发呆。12年的人生，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。和梅子在一起，基本上都是她在说话，我只需要当一个安静的聆听者就好。她说话的时候，面部表情总是很丰富，有时还会手舞足蹈。我总是笑吟吟地看着她，很开心。梅子说她父母是做大生意的，家产几十亿，钱多到花不完，家里有上百个保姆，10几个司机，从卧室到餐厅都得坐跑车，走着去太远。过几天，他又说他父母都是当大官的，省长在他父母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。他说自己上学只是微服私访，家里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将来的路。又过了几天，他告诉我，其实他是某个隐秘大家族的传人，将来是要执掌家族的。他的身份背景有着众多的版本，其实我知道这些都是他捏造出来的。他的零花钱从来没有超过10块，一双鞋子也会连着穿半个月都不换。可我从来没想过要拆穿他。梅子是我的朋友，我在意的是这份友情，而不是他的身份背景。掺杂了利益的友情，那不是友情，只是利用。梅子，你为什么不喜欢说话呢？你的性格太内向了，这样不好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们班有好几个男生都在打听你，你饿不饿呀？要不我们去买点东西吃？跟你说，我们班有个女生可讨厌了。梅子的话总是没有逻辑可言，东一句西一句，天马行空的。在她的带动下，我也慢慢变得开朗起来。当然，这个开朗仅限于对梅子。有朋友陪伴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，一晃就要放暑假了。领成绩单，梅子和我蹲在操场边，每人端着一个餐盒，里边是土豆火腿，吃了1个学期，我都有点上瘾了，就是太辣了。小雨，暑假你有什么安排呀？梅子一口气喝了半瓶汽水后，抹抹嘴问我，不知道，应该是待在家里吧。我想了想，然后摇头。这个学期父母就回了3次家，暑假估计也见不到他们。我自己能有什么安排？除了在家待着，我也无处可去。放了暑假就得1个多月不能见面了，我好舍不得你啊。梅子扔掉餐盒抱着我，很不舍地说道，我也是，相处了1个学期，我早已习惯了每天有梅子的日子，忽然间要分别这么久，我心里也是空落落的。那我可以找你玩吗？梅子想了想后忽然问道。当然可以，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。如果假期能和梅子见面，那我肯定不会孤独了。那我怎么找你呀？梅子也很开心，她的性子更耐不住寂寞。我犹豫了，从小父母就叮嘱过我一件事，不要把家庭住址告诉外人。纠结了一下后，我把家里的电话告诉了梅子，如果她想找我，可以打电话约我出去。结果放假的第2天，我就接到了梅子的电话，约我去逛街。我们挽着手走在步行街上，街道两旁的店铺和行人都让我感到好奇。一路上我都在东张西望，各色的行人，
花哨的商店，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，简直太有意思了。小雨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从来没出过门似的？梅子见我盯着一个发传单的小姐姐，看得津津有味，好奇地问道。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如果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出来逛街，她会相信呢。我请梅子吃了好多好吃的小吃，还买了几样小饰品。那天晚上回家以后，我特别兴奋，翻来覆去好久都没睡着，感觉自己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。那天过后，梅子隔三差五就约我出去玩，公园、商场、小吃街、步行街。梅子带着我逛遍了这座城市每个热闹的地方。原来外边的世界这么大。那个暑假是我有史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假期。梅子负责带路，我负责请客，这很公平。这天一起吃过晚饭后，我俩照常去步行街压马路。小雨，咱们看电影吧。路过一家电影院的时候，梅子停下来提议。其实我没什么兴趣，从小到大待在家里，陪伴我最多的就是电视机，屏幕上的东西对我早就没了吸引力。可看着梅子一脸的向往，我又不忍心让她失望，就买了2张电影票。内容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从开始到结束，梅子全程都笑得很大声。她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友情不就是拥有同样的感受吗？小雨，你爸妈在家吗？看完电影后，梅子突然问我。不在。我摇摇头。那我晚上能去你家睡吗？梅子一脸期盼地看着我，就像之前她提出想看电影一样。我沉默了。父母连家庭住址都不让我告诉别人，更不可能让我带别人回家了。这么小气，不行就算了。梅子见我不说话，顿时就有点不高兴了。我一下子慌了，我唯一的朋友，他不高兴了。我有种犯下了弥天大错的感觉。没有，你可以去我家。我拉住梅子，紧张地解释，生怕她下一秒就会离我而去。那太好了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梅子抱住我，又开心起来。哇，你家好大，好漂亮啊！沙发真软，还是皮子的，地板竟然是木头的，这电视真大。从进门开始，梅子就不停地感叹。小雨，你爸妈是做什么的？一定很有钱吧？梅子靠在沙发上，仔细打量着我家问道。我不知道。我摇摇头。啥？你是亲生的吗？这都不知道？你爸妈该不会是江洋大盗吧？梅子半开玩笑地说道。显然她还是不相信我说的。真的，从我记事起就是保姆在照顾我，他们很少回家，到现在都是这样。我们很长时间才会见一次面。我没骗你，我很诚恳地解释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梅子面前，我的姿态总是很卑微。我怕她生气，怕她不高兴，怕我会惹到她。我只有这一个朋友，我也只拥有着一份友情。你是说，你爸妈经常不在家？梅子看着我家，若有所思地问道。我点点头。那你怎么生活呢？梅子又问道。家里有吃的，他们也会给我留下一些钱。父母在生活上不能陪伴我，但是在物质上没有亏待过我。每次回家都会带回来很多方便易保存的食品。要是时间充足的话，母亲就会带我去买衣服。当然不是像和梅子在一起那样逛街，就是目标明确，选择一家商场，用不了1个小时就能给我买10几套衣服、7、8双鞋，买完就回家。所以在认识梅子之前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逛街的乐趣。每次父母临走之前，还会给我留下一笔钱。给钱？梅子的眼睛亮了一下，然后陷入了沉思。当晚，梅子和我睡一张床，我们聊到很晚才睡着。起床后，
我先去厨房熬粥做早餐，等粥熬好了才去叫梅子起床。这床真软，睡着真舒服。梅子伸了个懒腰，捂着被子不想起来。起来洗漱吃饭吧，咱们把早饭都吃成午饭了。我笑了笑，把被子掀开，帮我拿下衣服。梅子抱着被子坐了起来，我把她扔在凳子上的衣服拿过来。昨天出汗太多，这衣服都馊了。小雨，你有没有换洗的衣服？先借我穿穿。梅子拿过衣服闻了一下，又丢到了一边。一会我帮你洗了，衣柜里有换洗的衣服。好朋友的请求我怎么会拒绝？指着墙边的衣柜说道：我俩的身高体型差不多，我的衣服他都能穿。梅子掀开被子下床，蹦蹦跳跳直奔衣柜而去。我的天哪，小雨，你有这么多衣服！梅子拉开衣柜，当时就发出了一声惊呼。我可以随便选吗？梅子摸着那些衣服，激动地说道：当然了，喜欢哪件穿哪件。我点点头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梅子就像是看到了宝藏一样，开始在衣柜里翻起来。哇，这件是 Triple X 的，这么大的牌子你都有。哇，这件是 Triple X 代言的，你竟然也有。梅子的惊叫声就没停下来过，一件一件翻看着衣服上的标签，然后再拿出来挨个试一遍。我穿这件好看吗？这件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漂亮？梅子每试一件衣服都要问一遍。可以，挺好的，不错。我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回答她。光是穿衣服就用去了1个多小时，梅子这才恋恋不舍地关上了衣柜门。小雨，我知道了，你爸妈一定是做大生意的。饭桌上，梅子依旧难言激动。我尴尬地笑笑，不知该说什么。这件短袖我在专卖店看到过，要1000多块呢。梅子放下筷子，摸着身上的短袖说道：我不太清楚，都是我妈给我买的。母亲给我买衣服，选好尺码后直接付钱，我还真没注意过价格。那个，小雨，这衣服能借我穿几天吗？梅子犹豫了一下，试探着问道：可以呀。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那这条裤子，梅子又低头看向了裤子，你喜欢就拿去穿好了。我很大方地说道：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把这套衣服送给我了？梅子想了想又问道。我一怔，刚才不是说借穿吗？怎么又变成送了？看到梅子期盼的眼神，我觉得还是不要扫兴的好，毕竟我的衣服那么多，也不差这一身。梅子喜欢就送给她吧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我笑了笑，虽然心里隐约有那么一丁点不舒服。一套衣服而已，我这样告诉自己。太好了，我太爱你了，小雨。梅子激动地直接站起来，几乎是飞奔着绕过餐桌抱住我。我能感觉到她很开心，她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好了好了，快吃饭吧，粥都凉了。我实在受不了她的亲昵，把梅子推回到座位上。这下终于能消停吃饭了。可很快，梅子又开始激动了。小雨，这是从哪买的罐头？真好吃。梅子吃了一口罐头后，又叫了起来。我爸妈带回来的。我随口说道。这是什么牌子？以前都没吃过。梅子又开始称赞罐头。可能是我从小到大吃过太多这样的东西，早就口味疲惫了。在我看来，这罐头还不如路边的烤冷面好吃呢。咦，这上边只有生产日期和品类，没有商标也没名字，好奇怪呀。梅子拿着罐头瓶看了好一会，奇怪地说道：可能是小厂家生产的吧。我给出了一个自以为合理的答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有种叫做特供的东西，上边是不会有商标的。吃完饭，看了会电视后，梅子就迫不及待叫我出去玩。准备出门的时候，梅子看着她那双有些破旧的鞋，犹豫了。小雨，我的鞋跟这身衣服不搭配，
能不能拿双你的鞋给我穿？梅子有些为难地看着我，衣服都送他了，我还会在乎一双鞋吗？你自己挑吧。我拉开鞋柜，很大方地说道：哇，这是 Triple X 啊！哇，这是某某的！哇，这是 XXXX！ 梅子又是一阵惊呼，左挑右选后，梅子终于选中了一双喜欢的鞋。梅子，你穿36码的鞋，我的鞋都是33码的，能行吗？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我和梅子身高相等，可她的脚比我大。没事，我的脚软，小一点也能穿进去。梅子满不在乎地说道，这一身还挺搭的。梅子对着镜子照了照后，还挺满意。我不在意搭不搭，我只关心梅子的脚疼不疼。她刚才穿鞋有多费劲，我可是看在眼里的，说硬挤进去的都不为过。果然，刚出门没走多远，梅子就停下了，嘴上说着天气太热，可找地方坐下后不敢落地的双脚已经说明了问题。这一路走走停停，梅子始终咬着牙硬撑，要不你把鞋脱了，踩着走，就当是穿拖鞋了。我实在不忍心看她那么难受，好心提了个建议：不，这么好的鞋踩坏了多可惜，1000多一双呢。梅子根本舍不得，到最后她不得不踮着脚尖走路来减轻一点脚上的负担。等到晚上回家，梅子脱掉鞋的时候，连我都有种解脱的感觉。晚饭是打包回来的，本来说好去小吃街，可梅子实在没办法正常走路，她的脚都磨破皮了。吃过晚饭后，梅子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陪她看了一会后，频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，眼看着都要9点了，可梅子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盯着电视直乐。梅子，9点了，我好心提醒她。哦，梅子应了一声，依旧盯着电视。梅子，9点半了。过了一会，我又说道：哦，回应我的还是一个字。梅子，10点了。眼瞅着节目都演完了，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提醒她：小雨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梅子放下遥控器，一本正经地看着我。你说。我很少见到梅子这么严肃，本能的就有点发慌。我不是怕梅子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，只是担心自己满足不了她的要求，帮不到朋友，我会很愧疚的。今晚我能不能住在你家？梅子搓了搓脚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当然可以了，只是……我犹豫了一下，又接着说道：你昨晚就没回去，你爸妈那边放心吗？我不断提醒梅子时间，就是担心她回家太晚会被教训。在我的思维认知里，回家既是规矩，也是原则。即使我父母长期不在家，可这些年我也从没有夜不归宿过，甚至连超过8点以后回家都是在认识了梅子之后才有过。没事，他们不管我。梅子见我同意了，立刻喜上眉梢。我是说，他们很忙，有时候也不回来，我一个人在家挺没意思的，正好可以给你作伴。见我的表情有些奇怪，梅子又连忙补充道：这样啊，那就好，我只是担心你不回家，你爸妈会着急。我恍然大悟，那个时候很单纯，梅子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这一住就是1个星期，倒不是梅子想回家了，而是我实在不敢让她住下去了。1个星期不回家这种事，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即使没有父母监督也是一样。我心梅子父母会找上门来，软磨硬泡让她先回家住几天。梅子虽然不情愿，但奈何这是我家，她也不能死赖着不走。最后跟我约好3天后来找我，依依不舍地回家了。走的时候，她穿着我送给她的衣服，还有那双挤脚的鞋。至于她原来的衣服鞋子，已经被我洗净晾干了，可她连看都没看一眼。说好的是3天，可只过了1晚，梅子就来了。
她说她父母没有回家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，就来找我了。我信了。整整一个暑假，梅子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住在我家，少则3-5天，多则7-8天。她穿走了我4-5套衣服，还有4-5双鞋。一个暑假，梅子除了偶尔会请我喝瓶汽水外，1分钱没花过。不管是吃饭还是购物，都是我买单。我没觉得有什么，朋友之间不就是应该慷慨大方吗？暑假结束后，我们就该上初2了。新的学期，我和梅子的友情依旧稳固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变化也挺大。以前我把自己封闭在独立的世界里，基本上和外界隔绝。现在也能跟同学说话交流了，尽管还有些害羞，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抗拒社交。我觉得这都是梅子的功劳，没有她，也许我还是那个内向的穆小雨。我学到了一个新词，闺蜜，女孩子之间高于友谊的友情。我觉得梅子就是我的闺蜜，她也这样认为。这天下课，梅子没有像往常那样来我们班找我，我决定去找她。结果刚出教室就看到有人在吵架，是梅子和另一个女生，敢扯我的衣服，你赔得起吗？这可是 XXX 牌的。梅子拉开衣领，努力露出里边的商标。人美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就不小心碰了你一下，你要讹人啊？都秋天了，你还穿个短袖出来，瞅你那嘚瑟样，生怕别人看不到你穿了件牌子是吧？那个女生很不屑地说道。别这么说，人没穿了件好衣服，可不得当宝贝似的。依我看，这件短袖她能穿到冬天，人家还有某某鞋呢。不过我看应该是假货。体育课人没都不敢跑步，估计是怕鞋开胶。旁边看热闹的同学也开始起哄，放你娘的屁，明天我就换件新的，也是牌子。梅子的脸一下子涨红了，不服气地说道，得了吧，从开学到现在，你也就那几身衣服来回换，都炫耀多少次了？你家那条件能买得起牌子？谁知道衣服是从哪来的？明天你该不会还要穿短袖来吧？那个女生一脸的轻蔑，继续嘲笑梅子，引起了一片笑声。从开学到现在，梅子穿的都是我送给她的那几套衣服，换来换去的从来没变过，哪怕这个季节都该穿外套了，她还是穿短袖。眼看着气氛剑拔弩张，我赶紧上前把梅子拉走，气死我了，这家伙竟敢嘲笑我，我早就看他不爽了，早晚收拾他一顿。梅子气呼呼地对我说道，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，不过从来没实现过。梅子很容易和别人发生矛盾，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劣势。每次吃亏后，都会跟我说一通狠话来发泄心中的不满。小雨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吐槽了半天后，梅子突然拉着我的手说道，怎么帮你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结结巴巴地问道，梅子该不会是太生气了，想要让我去帮她打架吧？看把你吓的。放心，不是让你帮我打架。梅子撇撇嘴，很鄙视我的胆小怕事。听到不是打架，我心里这才踏实了一点。刚才那家伙说我除了短袖就没别的衣服，你的衣服不是挺多吗？借我几件，明天我穿到学校来气气他。梅子还在纠结那个女生嘲笑她的事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必要，借别人的衣服充自己的脸面，万一被人家知道了，岂不是更丢人？可是看梅子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，我还是把劝解的话咽了回去。那晚上去我家拿吧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同意了。没办法，谁叫我只有这么一个好闺蜜呢？小雨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梅子立马一扫之前的阴霾，抱住我高兴的又蹦又跳。下午放学后，梅子直接跟着我回家。
路上经过一家火锅店的时候，他停下了脚步。小雨，去吃火锅吧，我请客。梅子努了努下巴问我，今天作业挺多的，你还要挑衣服，要不改天吧？我有些为难地说道。最近跟着梅子吃了太多辛辣油腻的食物，我脸上都长痘痘了，别这么扫兴好吗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想吃点东西换换心情。梅子拉着我的手开始撒娇了，她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还怎么拒绝？只能陪着她进了火锅店。红油锅底上飘着满满一层辣椒，看着就辣。虽然我跟着梅子吃东西的口味重了不少，可看着这些辣椒，我还是有些发怵。梅子大手一挥，点了一堆肉呀、虾呀、鱿鱼之类的涮菜，还要了2瓶啤酒。本来他还想叫我陪他喝点，可我怎么敢喝酒？推辞了好半天，才换了一瓶果啤。吃了一口茼蒿后，我的舌头都被辣得快要失去知觉了，只能放下筷子，看着梅子大快朵颐。她全程只顾着自己，完全没有在意我又没有吃。服务员，结账。梅子叫过服务员，伸手掏钱，可是掏呀掏，最后什么也没掏出来。哎呀，忘带钱包了。小雨，你先帮我把钱垫上，明天还你。梅子一拍脑门，很懊恼地对我说道：没事，我给吧。我笑笑，掏出钱包付账。她不是第一次忘带钱包了，梅子对我家已经很熟悉了，一进门就直奔我的卧室，在衣柜里翻了起来。我在厨房淘米熬粥，然后又洗了点蔬菜，准备做沙拉。等做好这一切后，梅子也从卧室里出来了，手上拎着一个大包。那个包好像是我家搬过来的时候用来装床单被罩的，也不知道梅子是从哪翻出来的。我就拿了2套衣服，见我盯着包看，梅子连忙说道：哦，那你回家的时候慢点。我点点头，也没有多想。对了，小雨，上次在你家吃的罐头挺好吃的，还有没有了？给我装几个。梅子吸了吸鼻子，闻到厨房里飘出的粥香，忽然说道：我去给你拿。我转身朝厨房走去，梅子放下包也跟了过来，罐头都放在橱柜里。我拉开柜门，正准备伸手拿罐头，背后就传来一声惊呼：哇，这么多罐头！我看看。梅子拉住我向后一扯，自己蹲在了柜子前。我猝不及防坐在了地上。等我站起来时，梅子已经开始往外拿罐头了，牛肉的、海鱼的，哇，还有水果的，这是鹿肉的，以前都没听过。梅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拿，很快她的脚边就堆了10几个罐头。小雨，没想到你家有这么多好东西，都不告诉我，太不够意思了。梅子头也不回地说道，整个人都钻进了柜子里。一番折腾后，梅子挑出来一堆罐头。愣着干嘛呀？给我拿几个袋子来。梅子从柜子里钻出来的时候，见我还站在原地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：哦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帮她找袋子，最后找了2个大塑料袋，才把这些罐头装好。这么多东西你能拿得了吗？要不先少拿一点。看着梅子有些吃力地拎着2个塑料袋走回客厅，我好心提了个建议：没事，我能拿得了。梅子喘着粗气说道，把装衣服的袋子挂在了脖子上，又拎起那2个装罐头的塑料袋，摇摇晃晃地朝门口走去。那样子就好像是电视里赶火车回家的农民工一样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走到了门口，梅子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把手里的袋子放下，打开了鞋柜。今天拿的衣服没有搭配的鞋，再拿你2双鞋。梅子说着，伸手在鞋柜里拿了2双鞋出来，塞进脖子上的包里。这段时间她一直穿的都是我的鞋，那双脚是好了破了好，已经磨出了一层老茧。
不过脚好像确实变小了，穿我的鞋也没那么费力了。小雨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买鞋买大一点的，穿着舒服。梅子叮嘱了我一句，拎起2个塑料袋就准备出门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紧接着家门被推开，父母出现在门口。梅子和我父母正好面对面站着，距离不到半米。你是谁？母亲最先开口问道。我是小雨的同学。梅子结结巴巴地说着，一边往后退。同学。母亲眉头一皱，迈步进门。跟在后边进来的父亲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转身把门关上。小雨，他是你的同学吗？母亲冲我问道。是啊，他是我同学。我赶紧点头证实，然后和梅子对视了一眼。我从他眼中看到了慌张，其实我也挺慌的。父母不让我带人回家，没想到被堵了个正着。叔叔阿姨再见。梅子犹豫了一下，拎着袋子就要走。等等，你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母亲抬手拦住了梅子。没什么，是我学习的东西。梅子小声说道。你学习的东西为什么会装在我家的包里？母亲的语气愈发严厉起来。梅子求助似的看向我，想让我帮忙说句话。包里的东西是我给他装的，就2件淘汰的衣服，家里的罐头我也吃不完，就给他装了几个。闺蜜有难不能不帮，我挺身而出，给梅子解围。淘汰的衣服？这半年你也没长个子，哪来的衣服淘汰？还有这个包塞得这么满，怎么可能只有2件衣服？老穆，母亲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回头冲父亲使了个眼色。父亲2步1步跨到梅子面前，伸手从她脖子上把包摘了下来。爸妈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们怎么能……看着父母粗暴的态度，我感觉自己很没有面子，很愤怒地叫道。可随着父亲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，我的声音也戛然而止。2双鞋是我看着梅子装进去的，还有一堆衣服裤子，至少有8、9套。梅子不是说她只拿了2套吗？当然多拿几套也没什么，可除了衣服鞋子外，还有其他东西。一个8音盒，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托朋友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，还有一个小牛皮包，也是母亲送我的，还有几件发卡、胸针、手链之类的小饰品，全都从包里掉了出来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梅子，没想到她竟然会偷我的东西。梅子低着头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这些也是你送的？妈妈捡起8音盒问我。我本来也挺生气，可看到梅子战战兢兢的样子，心里忽然很难受。我好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，被别人孤立，被别人欺负。那时候父母都不在我身边，我连个依靠都没有，除了害怕我别无选择。可是有了梅子后，那种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光冲这一点，我就要护着梅子。是我送的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朋友之间送点礼物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仰起头，倔强地说道。梅子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既然是你送的，那我们不干涉。母亲点点头，蹲下来把那些倒出来的东西重新装回包里。走，梅子，你把袋子拿上，我送你出去。我吃力地拎起包，把梅子送出家门。等我回来后，看到父母就那么坐在沙发上，脸色不是很好看。小雨，妈妈不是告诉过你，不要带别人来咱们家，你为什么不听呢？母亲拉着我坐到她身边，语气倒不是很严厉。从我记事起，你们就在忙，家里每天只有我自己，知道我有多孤单吗？我不知道你们一天到晚究竟在忙什么，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自卑，我内向，我甚至不敢跟人说话，别人都把我当成怪物，我连最基本的社交
都没有。好不容易交到了梅子这个朋友，他愿意陪我玩，愿意跟我说话，愿意和我一起笑。难道连我这个唯一的朋友，你们也要把他拒之门外吗？我越说越难受，哭着讲述这些年积压在心里的委屈。对不起，是我们亏欠你，我们应该陪伴你、照顾你，可我们没有做到。对不起。母亲也抱着我哭了起来，不停地道歉。爸爸妈妈都是为国家工作的，是机密中的机密。除了亏欠你，我们对得起任何人。我最多只能告诉你这些，等你长大了，自己就会明白的。也希望你能保守秘密，不要把今天的话告诉任何人。母亲帮我擦着眼泪，万分愧疚地说道：好，我不是一个不懂事的人，不会蛮不讲理的哭闹，要求父母放下一切陪伴我。小雨，能跟我说说你这个朋友的情况吗？妈妈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多了解一点。气氛逐渐缓和后，妈妈开始打听梅子的情况。她叫任梅，和我同级。她说到这我就顿住了。我忽然发现，做了这么久的朋友，我对梅子知甚少。几分钟之后，母亲从包里掏出一部手机：小刘，帮我查个人，是我女儿的同学，叫任梅，在某某中学读书，只有这点信息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母亲打给了一个叫小刘的人，就一件事，调查梅子。我有些兴奋，就像是电影里的特工在做调查一样。难道我父母也是特工？除了兴奋之外，我还有点好奇，梅子究竟是什么背景。大概10分钟左右，母亲的手机响了，是一条信息。看完后，母亲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，我都快要急死了。难道梅子真有什么不凡的背景？可她平时的表现也不像啊。妈，查出来什么了？我忍不住问道。小雨，母亲还是很为难的样子，让她自己看吧，是她的朋友。父亲在一旁说道。母亲把手机递给了我。任梅，13岁，住址为。父亲任大军，42岁，是赌是酒，有前科，无稳定工作。母亲李秀珍，41岁，无正当工作，已再婚。弟弟任飞。原来梅子的家庭条件很差，尽管梅子总是在我面前强调她的家庭背景深厚，尽管她总是以各种借口穿走我的衣服和鞋，可那又怎样？小女孩的虚荣心罢了，又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。你们该不会因为梅子的家庭条件不好，就不想让我跟她做朋友了吧？我把手机还给母亲，狐疑地问道。如果父母真是这个意思，那我肯定不会答应的。不，交朋友是你的自由，我不会以家庭条件作为你交朋友的标准。只是这个任梅的父亲曾经有过前科，希望你不要对他提起任何有关我和你父亲的事，就这一点要求。母亲摆摆手，向我解释了她的担忧。我答应了。第2天上学，我主动去找梅子，结果刚到他们班教室门口，就看到梅子站在昨天跟她吵架的那个女生面前。看见没？这是什么牌子的？梅子穿着一身昨天从我家拿走的衣服，很得意地说道。野鸡插上毛也变不成凤凰，一件旧衣服嘚瑟个什么？切！那个女生很不屑地说了一句，站起来就走。梅子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离开。我见状走进了教室，看到我后，梅子显得有些不自然，眼神飘忽不定。我知道她是因为昨晚偷拿我东西的事心虚。小雨，昨天是我不小心装进去的，过2天我就还给你。梅子鼓起勇气对我说道。怎么可能是不小心？衣服在一个柜子，包在另一个柜子，八音和小首饰都在抽屉里。当然，我不会真的计较这些。真要生气，昨晚我就不会让他把东西拿走了。
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我帮梅子整了整衣领，你不生气？梅子还有点怀疑，真的不生气，我发誓。我装模作样的举起手来，孩子间的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因为一件事就有可能分崩离析，但挺过去了，友情就会更加牢固。前提是其中一方必须学会退让和包容，这个人只能是我。梅子还像以前一样，隔三差五来我家住上几天，临走的时候再带几件衣服和吃的，理由各不相同，但我从来没深究过。上高中了，我因为成绩出色被分到了重点班，而梅子的成绩勉强够录取线，只能上普通班。学习任务加重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每天肆无忌惮地和梅子玩耍，所以我们每次见面都搞得像久别重逢一样。我很感动，为自己能拥有这样的友情。我在班里依旧是寡言少语的样子，不过不再像以前那样封闭，偶尔也会主动跟同学说话，也交到了一些朋友。同学们也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我，我把这种转变归功于梅子，我觉得是她改变了我。有一天，我的同桌说他经常看到我和任梅在一起，问我俩的关系是不是很好。我欣然承认，说梅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同桌却拐弯抹角劝我最好还是跟梅子保持一点距离。我很生气，我觉得他是在离间我和梅子的友情，大概是因为我给别人的印象从来都是一只小绵羊，即使生气也不会让人感觉到。同桌苦口婆心地跟我解释，说他小学的时候就跟梅子是同学，梅子从小就有偷别人东西的坏习惯，他家的口碑也不怎么好，任梅特别喜欢占小便宜，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自己还是多个心眼吧。咱们学校有不少任梅小学和初中的同学，除了你，都没人愿意跟他做朋友。同桌最后还好心提醒了我2句，我不觉得梅子有什么不好，她的确有点喜欢贪小便宜，比如这几年穿走我的衣服，没有100也有80了。比如这几年不管吃喝还是买东西，基本上都是我花钱，可那不是梅子的家庭条件不好吗？能者多劳，谁有钱谁花就是了。至于说梅子不是好人，这点我不赞同，她又没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事，怎么就不是好人了？最重要的是她对我很好呀。我觉得同桌就是故意挑拨离间，说梅子的坏话。因为这件事，我连着好几天都没跟同桌说过话，我用自己的方式呵护这份友情。高3了，梅子突然辍学，在见面时，她原本黑色的头发已经变成了5颜6色，穿着奇装异服，打扮得就像是街头的混混一样。我质问她，为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就退学了？知道我在学校看不见她有多着急。我在我们班排名垫底，这样的成绩，别说考大学，能不能毕业都是问题。我还有读下去的必要吗？梅子笑吟吟地摸着我的脸说道，手上有股子烟味。可是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希望梅子能继续上学，那样她就还在我身边。可正如她说的那样，再学下去还有什么必要？也许是我太自私了吧。我反省自己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可现实就是这样。要不你也退学算了，咱们姐妹俩一起创业。梅子给我提了个建议，说实话，有那么一瞬间我是心动了的，干脆像梅子一样退学算了，这样我们2个人就能整天在一起了。可这个念头也只是一瞬间，我已经高3了，马上就要成年，思想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成熟，未来该如何选择，我还是清楚的。再说我这种性格，就算是去创业，
又能做什么呢？见人说话先脸红，吵架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要胆量没胆量，要心机没心机，脑子一热扎进社会，恐怕也只有沦为炮灰的下场。怎么样？我现在手头就有个好项目。梅子一脸期盼地看着我。算了，我还是老老实实上学读书吧，将来学医，先考医科大学，再考研读博，出来就能直接当医生了。我委婉地拒绝了梅子的提议。上大学有什么好？现在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多的是，还不如早点赚钱呢。梅子对我的理想很不屑，觉得我读书把脑子读傻了。我也只是笑笑。从那以后，我留在学校备战高考，梅子步入社会拼搏未来。她偶尔也会像以前那样来我家住上几天，每次都是一身的烟酒气。我担心她走上了歪路，询问她到底在干什么，可她的答复永远都是在和客户谈项目。什么客户，什么项目，她从来不说。每次见面，梅子都会找我借钱，也不多，就300、500。她说自己手头有点紧，过2天就还。可下一次见面还是借钱，也从来没见她还钱。我没计较过这些，我知道她过得不容易，能尽自己所能帮帮她，这不是朋友的本分吗？之后，梅子又跟我提过几次让我退学跟她闯荡的事，说是去南方，那里遍地都是黄金，只要弯腰去捡就能发大财，可都被我拒绝了。可能是从小没有吃过物质上的苦，我对金钱的概念很淡，正如我可以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把所有零用钱都花在梅子身上一样。一夜暴富这种事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。高考开始了，我的目标是国内顶尖的医疗学府。我不止一次对梅子说过，除了那所大学，其他学校我宁愿打工也不会去上的。考试很顺利，只剩下最后一场了。梅子送我去考场，在考点外，她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堆奇怪的话，不要太死板，考不上就算了，人活着不是为了考大学的。眼看着距离考试开始只剩下10分钟了，工作人员催促我进考场。这是我专门去庙里为你求的幸运水。梅子拿出一小瓶水塞到我手里，那一刻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30多度的高温，梅子竟然为了帮我求一瓶水跑去那么远的地方。她比我父母还要关心我。同学，请马上进考场，要关门了。就在我准备喝水的时候，考点的保安突然对我说道：“我进去喝，出来再说。”看着已经开始关闭的大门，我来不及犹豫，拿着水朝里边冲去。小雨，一定要喝水呀，千万别忘了！梅子冲着我的背影大喊，一连喊了3遍。正准备进考场，我就被拦住了。同学，与考试无关的物品不能带进去。负责考场秩序老师指着我手里的矿泉水瓶说道。我把那瓶水放在走廊的窗台上，准备考完试再喝。最后这场考试我如愿以偿，甚至可以说是超常发挥了。考试还没结束，我就已经笃定能够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。窗台上那瓶水已经不见了，这让我有些失落。走出考点大门的时候，我一眼就看到梅子正蹲在树下乘凉，朝她走了过去。给你的水喝了没？梅子抬头看到我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，拉着我的手问道。没想到她的第一个问题会是这个。我刚想说实话，可看到她炙热的眼神，我的想法变了。喝了，感觉有点苦。我抿了抿嘴唇说道。庙里的水肯定与众不同嘛，你考得怎么样？梅子咧开嘴笑了，紧跟着又问道。还可以吧？我点点头，然后就看到梅子的笑容一点点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疑惑。
喝了，不应该啊。梅子开始发呆，呆着呆着，突然嘀咕了一句：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懂他的意思，开口问道：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考得好，我为你高兴。梅子回过神来，连忙挤出一张笑脸说道：走，这天这么热，我请你喝冷饮。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掩饰尴尬，梅子主动挽住我的胳膊往前走，只是这一路她都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即使到了冷饮店，她也会时不时发呆。那杯草莓奶昔一口都没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梅子身上有太多不正常的地方了，只是我从来没有留意过。我们之间的隔阂恐怕也早就出现了，只是我从来没有承认过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梅子是我真正意义上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被称之为闺蜜的人。录取通知书准时送达，我如愿进入了心仪的大学。除了这件事以外，还有一件喜事，父母回归正常生活了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父母原来一直都在为国家工作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，他们始终处于一个高度戒备的环境中，就连几个月回一次家，都需要层层审核批准。每次他们和我相聚的那几个小时看似短暂，背后却有数不清的人在忙碌。虽然父母依旧没告诉我他们具体从事什么工作，但我忽然能理解他们了。舍小家为大家，他们是值得尊敬的，我为他们感到自豪。如今功成身退，他们终于有时间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了，我为他们感到高兴。我的亲情虽然来得晚了点，虽然迟到了，但并没有缺席，不是吗？上大学后，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跟梅子联系，不是我不想联系她，而是联系不上。我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，为此还难过了好长时间。不过她还是出现了，直接出现在了我的学校门口。我当时的感觉比收到录取通知书还要兴奋，直接扑到梅子身上，紧紧地抱着她，就差没有嚎啕大哭了。如果不是后来的阴差阳错，恐怕我这个脑子真的就要栽到上边了。梅子摸着我的头发安慰我，说她去了趟外地，本来发展的挺好，可她实在舍不得我，只能放弃手头的生意来找我了。她还告诉我以后会经常来看我。为了弥补我难过的心，梅子特意请我吃了一顿火锅，花了600多。这可是我们做朋友6年来她最豪横的一次了。尽管我吃不了辣，但看着她吃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大学生活要比高中自由多了，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梅子在一起。其实梅子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她还跟以前一样。以前她为了能穿得漂亮点，可以找各种理由借我的衣服穿，可以不顾难受把脚挤进我的鞋里。现在的她也是一样，张口闭口都是几百上千万的生意，眼神中有种傲视天下的霸气。虽然我知道她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在吹牛罢了，可我不在乎，虚荣心而已，又不是什么罪过。她开心，我就开心。梅子经常会来学校找我，约逛街，约吃饭，但最后都会跟我借钱，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，都在我的承受范围内，我也愿意借。我不希望他过得不好，我担心他过得不好，所以我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，哪怕自己节衣缩食也一样。5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，我如愿考上了研究生。算下来，我和梅子的友情已经持续了11年，这几乎是我人生的一半了。每当想起和梅子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我都会感动。我希望我们的友情能永远持续下去，1辈子、2辈子，到海枯石烂。这个暑假我没有回家，要为即将开始的研究生学业做准备。我所就读的学校是国内顶尖的一流学府，
不光专业课程，生活水平也是一流的。考研通过之后，学校立刻就安排了一间单人宿舍给我。梅子最近回了老家，说他父亲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帮忙处理。临走之前，从我这拿了5000块。我们日常联系基本上就靠视频通话了。这天晚上，我看了一会学习资料后，觉得有些无聊，就给梅子打了视频电话。因为我经常在网上查资料，所以干脆在电脑上下载了一个聊天软件。反正笔记本电脑自带摄像头，开视频通话画面更大，比手机强多了。梅子知道后，也买了一台2手的笔记本电脑，每天随身携带。他说这样就会让别人觉得他像个文化人。梅子接了，用的也是电脑，刚一接通，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说话声。电脑就摆在地上，摄像头正对着床。我看到床上坐着4、5个年轻男女。嘘，梅子提醒了一声后，对面瞬间安静下来。随后，梅子又调整了一下摄像头，对准了屋顶。大研究生来了，最近有没有想我？因为角度问题，梅子俯视着电脑，整个屏幕都是她的脸。当然了，你走得那么着急，本来还想趁着放假跟你好好玩几天的。我故作生气地说道。好了好了，小公主，等我忙完了这几天就去找你。梅子跟我说了一通好话安抚我，又讲了几件趣事逗我笑。对了，小雨，你的身份证在你手上吧？闲聊了一会之后，梅子突然问道。在我这。怎么了？我点点头。出门在外求学，身份证肯定是带在身边的。过几天我可能去找你，借你的身份证用一下。你别多想，就是办个手续。我想开个公司，你也知道我学历不够，开公司需要资质，正好借你的学历用一下。梅子提出要用我的身份证，没问题。你就不怕到时候赚的钱都进了我的口袋？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，还跟他开起了玩笑。咱俩什么关系？这些年的交情了，信不过谁我也信得过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我还有事要忙，等去我了联系你。梅子见我答应了，立刻笑成了一朵花。这话挺让我感动的，在梅子心中，我是她唯一相信的人。正准备说2句感动之后的矫情话，就听到梅子那边按了下鼠标，应该是关闭视频聊天。以前都是这样，每次视频通话都是梅子先关的。长久以来，我也习惯了。我虽然不信鬼神，可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造化弄人。也不知道是电脑出了故障，还是梅子点错了，聊天窗口并没有关闭。我正想开口提醒他，可想了想，自己关也是一样的，就准备自己动手结束聊天。这时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，是研究生班发来的报到时间通知。我回复了一句收到，然后就准备关闭和梅子的聊天。结果就听到了梅子那边传来的对话声。梅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电脑视频？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似乎是在嘲笑梅子。就那个傻货，我俩初中就认识了，整天黏着我。这是梅子的声音。我愣了一下，慢慢松开了鼠标。梅子在别人面前说我是个傻货，该不会是你准备动手的那条鱼吧？那个男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斌哥，你这脑子真好使，一下就猜到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次老天爷注定让我发财，哈哈哈。电脑里传来了梅子狂妄的笑声，而他们接下来的对话让我整个人如坠冰窟。原来被我当成最好闺蜜的梅子，竟是一只披着人皮的伥鬼。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初一，她被人欺负，我恰好看到了，她嫌弃丢人，所以才故意接近我跟我做朋友，为的就是让我知道她会报复那些欺负她的女生。
可随着跟我的接触越来越多，他发现我原来是一个人傻钱多的冤大头。本着蹭吃蹭喝的念头，梅子正式跟我做了朋友。后来去了我家，看到我衣柜里的衣服都是牌子的，他更加坚定了要维护这份友情的决心。只因为能在我身上捞到好处，直到上了高3，他第一次意识到我这张免费的长期饭票可能要离他远去了。梅子很担心，他舍不得放我走，可他又不能控制我，怎么办呢？那段时间，他跟一帮地痞无赖玩得火热，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，想办法阻止我高考，从我身上再捞一笔。深山老林里有不少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汉，可以把我骗出去卖了。像我这样高中还没毕业的女孩子，卖个几万块钱不成问题。几万块钱对于梅子来说可是不小的诱惑。于是他几次三番试图想要说服我退学，跟着他去创业，可惜都被我拒绝了。在我高考的时候，他还想最后努力一把。最后一场考试，他给我的那瓶水里下了大量的泻药，虽然不致命，但喝了以后我肯定没办法正常考试了。梅子想借这个机会毁掉我高考，带着我去创业，然后把我卖掉。只可惜阴差阳错，那瓶水我没喝。不过现在想起来，老天爷还是想着我的。当初要是把那个傻货卖了，顶多也就能拿4、5万。他上大学这几年，光我从他手里拿到的现金就不下10万，还不算他给我买的那些东西。视频那头，梅子还在洋洋得意地炫耀，那口气正如当年上学时他穿着我的衣服在同学们面前炫耀一样。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是在做梦。我最好的闺蜜，相处了11年的朋友，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？我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，很疼，不是在做梦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，伤心、愤怒还是可悲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梅子之间有了距离。以前我一直认为我就是她，她就是我，我和梅子是一体的。可此刻，我人生中第一次重新审视这段友情，第一次把我和他当成了2个独立的个体。对话还在继续，这丫头现在考上研究生了，过几年读博士肯定也没问题。等她进入社会就学聪明了，到时候我在她心里可就不值钱了。所以我得抓紧时间把利益最大化。梅子咬着牙说道，尽管看不到，但我能感觉到，趁着他现在还年轻，什么都不懂，过几天我回去先拿他的身份证借几笔高利贷，你们几个可得配合我，装成找他麻烦的混混去威胁恐吓他，到时我再露面，假装帮他带他去外地避风头，把他卖到缅北，凭他的长相绝对能买个好价钱。梅子详细讲述着她的计划，一个要把我从人间拖入地狱的计划。这丫头看着挺漂亮的，弄回来哥几个先尝尝鲜，反正她迟早都得干这个。你不是说她家挺有钱吗？先别急着把人卖了，先跟她家要钱，能要多少要多少，趁这个时间哥几个先玩玩，给她传授一些技术，到时候再把人卖到缅北去。这事也得计划好，人不能一次就卖了，先卖肉票，再买血票，最后卖器官票，这叫利益最大化。电脑那头纷纷嚷嚷，几个人正在密谋怎么把我变成他们生财的工具。我的心彻底冷了，原来我所认识的梅子不是我以为的梅子。这11年来，我见到的不过是一层面具而已。对面每多聊一句，我的心就冷上1分，从最开始的震惊、失望，然后转化为愤怒。我无时无刻都在为了梅子着想，尽自己所能维护这份友情。他人没
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卧槽！梅子，你电脑是不是没关？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叫，紧接着有人从床上跳了下来。我赶紧闪身，从电脑前离开，默默坐在一旁的床上。卧槽，真没关，这视频还开着呢，对面没有人，那丫头会不会听到了？梅子，你他妈就是个傻逼，电脑就不关就嘚瑟，这要让人家听见了，咱们还发个屁的财！我他妈明明点了关闭的，谁知道没关？肯定是你们玩游戏把电脑玩坏了。你他妈少讹人，玩个游戏就能玩坏了？电脑那头传来了争吵声，每个人都在埋怨别人，推卸自己的责任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开始思考，最终做出了决定。梅子不仁在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这11年来，我把他当人，是他自己非要当鬼的，不报复他，怎么能对得起他的苦心积虑？怎么能对得起我的真心付出？我不动声响地走到宿舍门边，慢慢拉开门，然后使劲关上。别吵了，有动静。电脑那头瞬间安静下来。我扯过一条毛巾搭在脖子上，一边擦脸一边走到了电脑前，假装路过，然后又退了回来。咦，梅子，你又给我打视频了？我故作不解地问道。刚才就没关，你不知道吗？梅子的脸占满了整个屏幕，紧张的表情肉眼可见。没关吗？我看见屏幕黑了一下，还以为你关了呢。我很疑惑地说道。刚才我这边有点闹，没吵到你吧？梅子的眼珠转了转，然后问道。我知道他是想确认我有没有听到刚才的对话。闹什么了？打完视频我就去洗漱了，没听到什么呀。梅子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谈男朋友了？刚才是不是干了什么少儿不宜的事？我一脸无辜的解释，随后又坏笑着问道。啊！梅子懵了，反应过来后表情有些尴尬，就差明着告诉我，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，不够意思，交男朋友也不告诉我。不过梅子，有些事别那么随便，你懂得。我挤了挤眼睛，继续坏笑，嘿嘿嘿嘿。梅子只剩下傻笑了。之后我们又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句，他还在套我的话，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听到。我也很配地装傻，反过来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懊恼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一场好戏。几番交锋下来，梅子终于相信我什么都没听到了。3天后，梅子如约来找我，姐妹情深，互诉思念之后，梅子借走了我的身份证。有时候太过在意一个人，往往会忽略很多细节，比如梅子说她的学历不够，没有资质开公司，我都没有起疑心。可事后想起来才知道这个理由有多么蹩脚。开公司什么时候对学历还有要求了？2天后，我主动给梅子打电话，告诉她学校这边需要办理手续，让她把身份证还给我。当天晚上，梅子就把身份证送回来了，身上穿着一套看着就不便宜的新衣服，看样子用我的名义借的高利贷已经拿到手了。我心里暗暗冷笑，表面上还要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尽量配合着梅子把戏演下去。小雨，公司刚开业，还有很多事要忙，今天就不陪你了，记得有事给我打电话呀。梅子拒绝了我邀请她一起吃饭的请求，但是没忘了叮嘱我有事第一时间联系她。如果那晚没听到她说的那些话，我恐怕还会傻乎乎的蒙在鼓里，觉得梅子是在关心我。可现在我已经开了上帝视角，梅子每走一步，我都知道她接下来要做什么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宿舍楼的保安就给我打电话，说有几个男的来找我，自称是我的朋友。来找我的是谁？来找我干什么？我心里一清二楚，
恐怕此刻梅子正捧着手机等消息呢。最好的闺蜜，我怎么忍心让她干等着？我不认识他们，不见。如果他们坚持要见我，麻烦您通知学校保卫处，或者直接报警。我直接告诉保安，要是大学的校门，想想办法，没准还能混进来。可我住的是研究生宿舍楼，管理很严格，保安只认证件，没有出入证，就算是本校的老师也进不来。如果不是提早知道这伙人的来历，没准我还真会被骗下去问问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。很快，保安打来电话通知我那几个人已经走了，出师未捷，估计梅子已经坐不住了吧。到了晚上，梅子给我打来了电话，约我去酒吧坐坐。这个时间段吃饭确实有点晚了，去酒吧是个不错的借口。估计是梅子调整了计划，由她出面骗我出去，然后再让她的同伙来骚扰我。毕竟我不露面，他的计划就没办法实施。对不起啊，梅子，我现在在火车上呢。我很遗憾地告诉梅子，没办法跟他见面了。这不是借口，我真的在火车上。通过这几天的思考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：时间并不是评判感情深厚真诚与否的标准。对你笑了10几年的人，没准就是背后捅你一刀的鬼。日常被你忽略的亲人，才会永远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起。这20多年来，我过得风平浪静，没遇到过什么波折。结果一开局，梅子就给我来了个王炸。我担心自己的计划还有漏洞，所以连夜赶回家，寻求父母帮助。现在只有他们才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。什么？你回家了？怎么不告诉我？电话那头的梅子都有些失态了，几乎是大吼着冲我叫道。我也是刚接到家里的电话。怎么？你有什么事吗？我装作委屈地问道。没什么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梅子沉默了一下问道。我也不清楚，估计得等几天。我想了想说道。那我回去看你吧，没准还能帮得上忙。梅子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来找我。不用了，我妈说明天可能要去外地，你来了咱俩也见不到。我直接拒绝了。好吧，你回来了第一时间联系我呀。梅子不甘心地挂断了电话。从第2天开始，梅子几乎每隔2个小时就要给我打一次电话，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我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。1个月后，我主动联系了梅子，告诉她我要回去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去接你。梅子激动得快要哭了。我知道她不是因为想念我。高利贷的钱虽然好借，但也是需要还的。这段时间，梅子用我的身份借来的钱，花的可不是一般的痛快。现在算算，也到了该还债的日子了。小雨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想死我了。火车站出站口，梅子飞奔过来抱住我，恨不得在我脸上亲几口。我也想你啊。我拍了下梅子的后背，眼神变得冰冷起来。坐了半天火车累了吧？走，咱们先去吃饭，我给你接风。虚情假意了一番后，梅子拉着我上了一辆出租车。很奇怪的饭店位于市郊的公路边上，除了过往的车辆，几乎见不到行人。这地方挺偏僻啊。站在饭店门口，我向四周看了看后说道：这里是我偶然间发现的，挺有特色的。梅子强撑着笑容解释：那我就借你的光，尝尝有什么特色。我笑了笑，拉着梅子的手进了饭店，选了张桌子坐下。既然你请客，那你点菜吧，我去趟卫生间。说着我站起来，径直去了卫生间。在卫生间里，我掏出手机发了一个定位出去。等我出来后，梅子已经点好了菜，紧挨着我们的那张桌子也坐了4男1女5个人。现在还不是饭点，饭店的餐桌基本上都空着，放着那些大桌子不坐，
两人的小桌硬是挤了5个人，看上去很不协调。饭菜上的很快，不过味道一般，很难跟特色2个字联系起来。梅子打开一瓶啤酒，先给我倒了一杯，咱们喝一杯。梅子端起酒杯向我示意。上大学后，我也跟梅子喝过几次酒，不过酒量一般，2瓶就站不稳了。今天又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，梅子拉着我喝酒，肯定别有企图。喝不了，我摆摆手，把酒杯推了回去，让服务员给我上瓶饮料。怎么不给面子？梅子有些生气地说道。本来我早就能回来了，知道为啥耽搁了1个月吗？酒精过敏，在我亲戚家喝了一杯啤酒，直接就住院了。大夫交代1年内不能沾酒，不然有生命危险。我随口编了个理由，反正也没法查证。你以前喝酒不是没事吗？梅子脸上就差写出不相信3个字了。没办法呀，酒精过敏是看体质的，有先天遗传的，也有后天偶发的。以前喝没事，不代表以后喝也没事。我耐着性子给梅子普及了一点医学常识，饭桌上的气氛瞬间就冷了下来。梅子仰头灌下一杯酒，然后扭头和旁边那桌人用眼神交流。他们要不认识，我把桌子吃了，没准就是上次来宿舍找我的那几个。梅子，还记得咱们第1次见面吗？想想就好像在昨天一样。我挑起话题，开始回忆往昔。其实我还是想给梅子一次机会，11年的感情哪有那么容易断？即使我心里已经有了恨，可我还抱着一丝侥幸，不想走到最后那一步。只要梅子表现出后悔，愿意悔改，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哪怕以后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，我也愿意把她当朋友。可是我失望了，我一件件说起过去的往事，全都是和梅子有关的，可她全程心不在焉，顶多是应付我2声，除了闷头喝酒，就是跟邻桌交换眼神。我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，也只是徒劳了。饭店里陆陆续续来了几桌客人，三三两两，有男有女。梅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我见梅子低头看手机，故意问道。啊，没有没有。梅子摇摇头，端着酒杯的手忽然抖了一下，一杯酒全都泼在了邻桌的一个男的身上。你他妈瞎眼了，往哪泼呢？那个男的立刻跳起来骂道。这个声音好熟悉呀，是那个兵哥。平白无故被人泼了酒，有这种反应很正常，只是他指着我在骂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梅子泼酒时，他俩正好是四目相对的。我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了，这是故意找茬，要把我带走了。那梅子之前让我喝酒，是不是想把我灌醉了呢？不过不管他们打的什么主意，注定是不会成功的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您的衣服我赔。我装作很紧张的样子，抓起桌上的纸巾帮他擦衣服上的酒，还不停地道歉。反倒是梅子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，呆呆地坐在那。说实话，这演技真的是有点差。谁他妈要你赔了？走，咱们去外边说，说不清楚我跟你没完。兵哥说着就要伸手抓我。梅子，梅子，救救我呀！我后退了一步，向梅子求救，可她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，一动不动。妈的，还敢叫！哥几个，把人带出去！兵哥说着一挥手，同桌的几个男的都站起来朝我围过来，剩下的那个女的则是拦住听到动静赶来的饭店老板。没事没事，我们都认识，喝了点酒耍酒疯呢，我们这就走。那个女的说着，掏出几张钞票递给老板，算是结账了。啊，救命啊！抢民女了，有人耍流氓啊！我大声尖叫起来。不过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，
因为有人已经动了，全部抱头蹲下，谁也不许动。就在那几个男的以为能顺利把我带走的时候，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。之前来的那几桌客人全都围了过来，为首的那个掏出了证件：“我们是警察，老实点，再乱动毙了你们也是正当执法。”一个握着手枪的壮汉一枪托砸在兵哥头上，他捂着脑袋蹲了下去，血从指缝里流了出来。“警察同志，误会了，我们认识，喝了点酒，开玩笑的，这不算犯法吧？”另一个男的急忙解释：“认识。”为首的警察哼了一声，然后看向我问道：“你认识他们吗？”“不认识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，而且我一口酒都没喝。我怀疑他们是有预谋的绑架团伙。”我赶紧摇头，顺带检举揭发：“听到没有？人家小姑娘根本就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刚才的行为我们可是亲眼看到了。要是我们警察不出手，你们就得强行把人带走了。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胆子不小啊！绑架勒索和拐卖妇女的罪名，你们逃不掉，坐几年牢就看你们的表现了，全都铐起来带回去。”警察下令抓人，眨眼的功夫，4男1女就被戴上了手铐。梅子这才如梦初醒一般，站起来就想往外跑，我一把拉住了他：“梅子，没事了，幸好有警察在，咱们安全了。”我抱着梅子安慰他，顺便和警察点了点头。他们当然不是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的。对不起，刚才我走神了，没注意发生了这事。等警察把人带走后，梅子才惊慌失措地对我说道：“这个谎话也太假了点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咱们回去吧。这里这么偏僻，真让人害怕。”我搂着梅子离开饭店。几个帮凶被抓，梅子的计划被我打乱，他想把我拉进地狱，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回到宿舍，安安稳稳一觉睡到了天亮。第二天，我没有急着去报道，我知道梅子会联系我的。果不其然，我刚接完一个电话后，梅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她说今天是她的生日，约我去她住的地方过生日。刚开始做朋友时候，有次她看上了一个特别想要的东西，然后就总是在我耳边表示她有多喜欢那个东西，甚至还隐晦地说希望我能买来送给她。我答应了，然后第二天她就过生日了，如愿以偿收到了心心念念的礼物。从那以后，每当梅子有了特别想要的东西，就会先在我耳边铺垫个2、3天，然后开始过生日。有时是夏天，有时是冬天。他以为我不会在意这些细节，可他不知道我只是为了照顾他的感觉。既然他没有提前铺垫，那我自然也不会给他准备礼物，空着手准时赴约。梅子租住在一个老旧小区的楼房里，我来过几回，印象就是脏乱差。我小心翼翼绕过那些垃圾，上楼之前编辑了一条信息发出去，然后抬手敲门，门开了。梅子盯着2个黑眼圈站在我面前，一夜没见，她就像苍老了10岁，整个人从头到脚给人一种颓废的感觉。没有蛋糕，没有蜡烛，茶几上除了满是烟头的烟灰缸，就摆着几瓶啤酒。小雨呀小雨，一转眼咱们都这么大了，想起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才这么高，连话都不敢说。这次轮到梅子回忆往昔了，我就静静地听着，不发表意见。尽管梅子说错了很多事，但我还是听得很认真。她不停地说着有多在乎这份友情，有多在乎我，可我却感动不起来了。今天我们11年的友情将走到终点，也不再会是彼此的闺蜜。我只想在风暴来临的前夕，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份祭奠。我失恋了，小雨，我失恋了，我的心情很不好。
我想出去散散心。小雨，你能陪我去吗？除了你，我找不到别人了。咱们是最好的闺蜜，你肯定不会不管我的，对不对？梅子从初一回忆到了昨天，然后抱着脑袋诉说自己的痛苦。那你想去哪呢？我不动声色地问道。去南边，怒江、西双版纳，我想去看看那里的风景。你会陪我去的，对吧？梅子右手攥着左手的大拇指说道。这是她的老习惯了，一紧张就会有这个动作。我很早以前就知道。对，我点点头，鼻尖有点发酸。那2个城市我知道在哪里，我也知道梅子为什么要去那里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她还没放弃把我卖到缅北的念头。看来昨天的事并没有让她醒悟。也是，一只伥鬼怎么会醒悟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真是我的好闺蜜，咱们明天就出发。梅子一把抱住我，激动地说道。好，明天就出发。我重复了一遍她的话，但不会有明天了。手机响了一下，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然后不动声色地装了回去。大结局要开始了。梅子眉开眼笑地说着要买几点的车票，要准备什么东西，完全忘记了她几分钟前还是一个因为失恋而痛苦不堪的人。咚咚咚，有人在敲门，准确地说是有人在砸门。梅子愣了一下，站起来去开门，我悄悄跟了过去。小妞，你这地方真不好找啊，该还钱了吧？一个刀疤脸站在门口阴森森地说道。梅子下意识就要关门，结果被那个人用腿别住了。大哥，再宽限几天吧，再宽限几天，我一定还。梅子近乎哀求地说道。这话老子听的耳朵都长茧了，你信吗？要么乖乖把钱还了，要么乖乖跟我走，2条路自己选。刀疤脸冷笑一声，掏出一把匕首说道。大哥，你搞错了吧？欠钱的不是我呀。梅子回头看到我就站在他身后，忽然冷静了下来。不是你。刀疤脸的语气也变得不是很肯定了。真不是我，当时借钱用的身份证名叫穆小雨，就是他，你们找他要钱才对。梅子说着把我推了出去，趁着刀疤脸让路的间隙，他又把门关上了。你就是穆小雨？刀疤脸打量着我问道。他身后还站着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。对，我点头承认，刚才那小妞说是用你的身份证借的钱。刀疤脸又问道。对，我再次点头。那就得了，要么还钱，要么跟我走。刀疤脸笑了。你错了，用了我的身份证不代表钱就是我借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该找的不是我。我也笑了。小丫头嘴皮子还挺溜，不过妹妹，我不管钱是谁借的，也不管是谁花的，只要用的是你的名字，那这笔债我就得找你要。我们干高利贷的可不会跟你讲道理讲法律，还是那2条路你自己选。哥哥奉劝你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刀疤脸把玩着手里的匕首，皮笑肉不笑地威胁我。你们讲不讲道理我管不着，我也不拦着你们要账，不过这钱不该跟我要，冲你没有一见面就跟我动粗，我给你提个醒，给你老板打个电话问问。我点点头说道。看着他，刀疤脸转了转眼珠，吩咐了手下一声下楼去打电话。不一会，刀疤脸就回来了，看我的眼神也怪异起来。穆小姐，你可以走了，老板说这笔钱跟你没关系。刀疤脸的态度变得很恭敬，弓腰做了个请的手势。不用，我就在这看看热闹。我摇摇头，抱着胳膊站到了一边。臭婊子，快开门！刀疤脸抬脚踹起了防盗门。欠你们钱的人已经出去了，你们还想干嘛？信不信我报警了？梅子在门后喊道。报警？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臭婊子，信不信老子把门砸了，先泼你一脸硫酸？
刀疤脸在门外威胁起来：“哎呀，梅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出来的时候，我把你的手机也带出来了，这下你没办法打电话报警了。”我故意凑到门边大声说道：“小雨，你……”梅子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还有，我把你家的钥匙也拿出来了。哎呀，掉地上了，我不敢捡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把手里的钥匙扔在了刀疤脸脚下，又故作惊讶地叫道：“穆小雨！”门后传来一声怒吼，紧接着响起了仓促的脚步声。不好，这臭娘们要跑！刀疤脸连忙捡起钥匙开门，门一开，刀疤脸就带着人冲了进去，把正准备跳窗逃跑的梅子给按住了。小婊子还想跑，刀疤脸揪住梅子的头发，抬手就是几耳光扇了上去。梅子的脸肉眼可见地肿了起来，嘴角和鼻子一起往外流血。穆小雨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梅子恶狠狠地盯着我，那眼神就像是要吃了我一样。为什么？任梅，这话好像应该我来问你才对吧？刚才你为什么要把我推出去？我从包里抽出一张纸巾，帮梅子擦了擦鼻血，问道：“在我心里，梅子已经死了。站在我面前的叫任梅，这位大哥，我跟他聊几句没问题吧？”我看向刀疤脸问道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穆小姐您随意，老板交代过了，我在这给您守着。”打人时还气势汹汹的刀疤脸立刻点头哈腰地说道，还示意手下给我搬了把椅子过来。梅子的人眼神瞬间迷茫起来，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刀疤脸对我会是这个态度。任梅，世事难预料啊，为了坑我，你忍得很辛苦吧？我坐在椅子上，伸手从茶几上拿过一瓶啤酒，刀疤脸赶紧过来帮我打开。我不喜欢喝酒，可此刻我想喝点。小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咱们是最好的朋友啊，你是不是认识这位大哥？你跟他说说情，把我放了吧，我求你了。梅子已经意识到现在唯一能救他的人只有我了，立马改变了态度，向我求救。把你放了不难，然后呢？等着你继续坑我。我喝了一口啤酒，味道没变，还是一样的苦涩，只是人心变了。不会的，小雨，咱们认识10几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坑过你？咱们是闺蜜呀，最好最好的那种。那时候咱们天天在一起，多开心呀！梅子还在跟我打感情牌。是啊，那时候多开心啊！我点点头，站起来走到梅子面前，举起剩下的多半瓶啤酒，从她头顶浇下来。还记得昨天那家饭店吗？如果不是那些警察，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让我猜猜，应该正在被你的狐朋狗友们侮辱吧？你应该已经联系上了我父母，问他们索要赎金，然后计划着怎么把我卖到缅北去。卖一次还不够，还要卖3次，直到我死为止。梅子，你对我真好，连我怎么死都为我考虑好了。我把空酒瓶扔到一边，看着梅子的眼睛说道：“你那天晚上你都听到了，这些天你都在跟我演戏。”梅子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是啊，你说怎么就那么倒霉？我怎么就听到了呢？梅子，在我心里，你比我父母还要，可没想到最后要捅我一刀的会是你。我真的是想一辈子跟你做好闺蜜的，我甚至都为你将来做好了打算。我知道你这么混下去不是个办法，我都想好了，将来给你买一套房子，给你开一家店，可是你却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。说着，我忍不住别过头去，使劲吸了下鼻子。小雨，是我一时糊涂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就一次，以后咱们还是最好的闺蜜，我再也不背叛你了。梅子双膝一屈，跪在了地上，是一时糊涂，还是一世的野心？梅子，
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你的秘密，你爸烂赌鬼，你家住在棚户区，你妈早早就改嫁了。可这些年，为了照顾你的面子，我什么时候提过这些？你打着借的名义穿我的衣服，骗我的钱，我什么时候要你还过？高中的时候，你偷拍我的私密照片给校外的那些混混，我骗自己你是被胁迫的，我追究过你吗？为了毁掉我的高考，你在水里下药，要不是来不及喝，我这辈子恐怕真被你毁了。你口口声声说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你哪一点做得像个朋友？找我除了借钱就是骗钱，还有你前2年借的那几笔网贷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是人家忘了找你要吧？要不是我从家里要了笔钱帮你还账，把你的那些照片和视频赎回来，你早就出名了。高中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你不是什么好人，我觉得人家是挑拨离间，还跟人生气了。这些年，为了咱们的感情，我步步退让，处处包容，宁愿装傻充愣，也要维护你。可你就是这么做的，把我当个傻货。人美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宁愿回到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时我绝对会转头就走。我掰着手指头，一句一句地说着，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落，连我自己都觉得震惊。原来我为梅子做了这么多，小雨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你赎罪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被这些高利贷抓走，我真的就没法活了。你不能看着我不管啊！这些年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变成这样都是你惯的，你要负责呀！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害你了。梅子给我磕了几个响头，声泪俱下地说着。可是直到这个时候，他仍然不能直面自己的错误，还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。人美，你已经不是人了，你是鬼。既然你要当鬼害我，就别怪我不把你当人。你说是我把你惯坏的，那好，我就帮你纠正过来，按你们的规矩办吧。这个人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准备离开。小雨，你不能走，救救我，你不能丢下我。梅子爬过来，抱着我的腿哀求。我的脚步停顿了一下，甩开梅子，大步向外走去。臭婊子，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我都看不下去了。我们混社会的讲究一个义字，人家穆小姐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想着害人家，真是猪狗不如。刀疤脸骂着骂着动起手来，屋内响起梅子的哀嚎声。回去后，我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在梦中，2个青涩的少女手拉着手。小雨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。梅子，我们是一辈子的闺蜜。3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我顺利毕业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。开课那天，导师让同学们做自我介绍。穆小雨，真的是你。轮到我时，台下有个女生惊喜地叫道。我一看，竟然是我高中时的同桌，没想到时隔8年又成了同学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食堂里，我俩面对面坐着吃午饭。穆小雨，你还记得人没吗？同桌忽然问道。我一怔，好久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过这个名字，我都快忘了。记得。怎么了？我点点头。我也是偶然听说的。前几年他借了高利贷，没钱还被卖到缅北嘎了腰子，之后就在那边干起了诈骗，骗了不少同胞过去。这次被抓回来，被判得很重。我记得那时候你俩的关系挺好的，现在一个天堂一个地狱，人还是要走正道才对。我静静地听着，3年来第一次听到有关梅子的消息，只是我心里已经没有了波澜，就像是听到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。穆小雨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。理论课只有1年，然后咱们就得去医院实习了。
到时候咱们去一家医院好吗？同桌眼巴巴地看着我说道。你为什么想要和我一起去？我好奇地问道。那个，我妈说我傻乎乎的，不懂人情世故，长这么大没被卖掉已经是奇迹了。我妈说两个聪明的人成不了朋友，两个傻瓜反倒能玩得很好。我不是说你傻，只是你不像别人那么势利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没有那些勾心斗角的事了。同桌不好意思地解释着。好，咱们一起去。我忍不住笑了，点点头。以前眼睛只能看得到一个人，当我挪开视线后才发现，原来这世界真的很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